练了黑气，昨日山河咒便毁了斩天阵，当真是你？燕回，住手！燕回，你怎敢对师傅出手？师傅，他不配。我修炼黑气是为了救人，而他一身正气，却是害死天耀的帮凶。若不是你，我怎能兵不血刃，除此劲敌？从今往后，世上将再无人能制衡于我。双华术。你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？什么时候？从我救你之时，从你苏醒之时，也是我一无所有之时。阿姐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我用我所有的功法将你唤醒。而如今，你却这样对我。你伤了广寒门的人，他们就是一帮废物，一条贱命，跟牢里的妖怪有什么区别？你被福音控制了，我识海都被毁了，我再也没有修仙的可能。是他重新赐予了我力量，有什么不好？叶辉没死，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只有福音可以让我变得更强大，我才有杀死燕辉的机会。我是为了杀掉燕辉，我是为了给玄门除害。燕回跟妖龙，我会杀，但你跟福音，我也绝不会纵容。你要杀我？你要杀我？为什么？我好不容易恢复到了现在，谁也不能阻止我！从小你就比我强，人人都只能看到你，他们叫你素隐真人。好不容易，我现在拥有了这至上的功法，你却还要剥夺我，阿姐，阿姐，阿姐。
毁掉你，你懂吗？阿姐，我宁愿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过你这个姐姐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乃陈星山戒律堂长老，尔等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！私放罪人的弟子，还敢来我凌霄师兄这儿先告我一状？师父，昨夜是我要放走燕回，过错我担，责罚我愿忍。可灵妃，身为我陈星山戒律堂长老，却因与燕回有过往纠葛，私自开启允星台杀阵，一权谋私，残害同门。如今，燕回坠入黑河，不幸罹难，皆因灵妃自私之举，还请师父为燕回主持公道。燕回是我陈星山的罪人，而且他可是被妖龙带走的。他修习妖龙功法与青丘为伍，本就罪无可赦，他也配公道？师兄，你那孽徒私通妖族，乃玄门叛徒，早就不是我同门。我杀他，那是天经地义，他就该死。跪下！师兄，你当真要为了那个孽徒怪罪我？灵妃，你竟毫无悔意吗？杀他，是我今生至今做的最痛快的一件事情。我为什么要后悔？你碎了我的陈星山玉环。我以陈星山掌门下令，即日起剥夺灵妃戒律长老的身份，杖责50，永生囚禁锁妖塔。谁敢？我是素隐真人的妹妹，是陈星山和广寒门友好的象征。燕回跟妖龙苟且是全天下都知道的事情，你竟然为了这样一个罪人惩罚我，你就不怕跟广寒门交恶吗？凌霄，你竟然为了燕回羞辱我！你偏心！你为什么总是偏心燕回？为什么？燕回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死了还要碍事？打！
怪我对你不义！今日辱我之人，都得死！练黑气。我的尸骸！你毁了我的尸骸，我再无修行可能。你以为邪修当诛？凌霄真人，你竟敢对素娥动此杀招！他已坠入邪道。可他如今识海已毁，我带他回广寒门去，自行看管。你若徇私庇护坠入邪道之人，便是违背了宗师的誓言和名声。论徇私，怎么敢跟凌霄真人比？素娥，跟阿姐回去。师父，就这样任由他们离开吗？从今往后，陈兴山与广寒门再无仙盟。玄门宗师又如何？还不只是我手里的一枚棋子。如今妖龙已死，护心林也沉入黑河底，还有什么能阻拦我？只待我破除手可摘星辰那岌岌可危的封印，这世间便皆在我手。师傅，您要教我写字啊？师傅，这是什么字啊？这就是你的名字，燕回。我。师傅，我是不是笨啊？怎么都不会御剑？
多加练习就可以了。师傅，你吃。我明明就比他们练的还多，他们还嘲笑我，说我给您丢脸了。就因为异性，异性又如何？你没有给我丢脸。燕辉，你从未让为师失望过。即日起，你便不再是陈星山弟子。我遵从10年前的使命，逐你下山。而今又从师命，随你心口护心灵。或许你会因此平安顺遂，是为师错。10年师徒之情，已经如此，叫我赶尽杀绝。好。燕辉，燕辉！我欲护天下，也想护你一命，但终究是我亏欠了你。凌霄，道心难稳啊！手可摘星辰。凌霄，多谢你完成了为师的嘱托。你是福音？这次，你倒是认出我了。这次，在我的识海当中，我们不是已经见过一次了吗？我会为你开辟一条离开的道路，你踏上此路，离开这里，务必要做一件事：毁掉护心林。毁掉它，世间将再无福音助力。那时候，是你。是啊，爱徒。我想毁掉这护心林，已经很多年了。若不是你，我怎能兵不血刃，除此劲敌？从今往后，世上将再无人能制衡于我。你是不是很好奇秦广是怎么死的？10年前，你将燕回带回陈星山，秦广为他施下护心林封印。师父，你封印了他的护心灵之力。秦广为他施下护心林封印之后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这10年间，我将其慢慢蚕食，他早就只剩下一副躯壳了。素影结界还能挡我，但是世上再无玲珑。你，素影，谁都别想走。师父怎么还不下来？莫非出了什么事儿？哎，师父，手可摘星辰如何？师父，您这是怎么了？错了，大错特错了。错了？什么错了，师父？是我害了他。害了他？哎，师父！
我不相信。我不相信你真的死了。最近咱们门中啊，总有人莫名其妙就不见了。哎，你说是不是跟咱们门主突然苏醒有关啊？嘘，别乱说。门主醒来对我们广寒门来说是1顶1的好事儿，你管他有什么法子醒过来的？门主，您找我们何事？门中有弟子失踪，为什么没有报到我这里来？说话！门主沉睡，门中大小琐事尽数报给云梦仙姑，有时也会呈给素娥姑娘。近来云梦仙姑不知所踪，门内弟子不敢打扰门主修行，便将大小琐事报给了跟随门主归来的素娥姑娘。所以，知道了，下去。是。已经献祭了这么多人，为何我的脸还没好？一定是因为我的脸被毁了，师兄才会对我如此狠心，将我逐出山门。素娥姑娘，恢复功法，我可以助你；恢复容貌，自然也不在话下。我已经向你献祭了那么多无关紧要的生命了，你还有什么？更多的生灵。等我获得了力量，我便可以彻底冲破手可摘星辰。那时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能给。好，反正玄门该死的妖怪多的是。好起来了，就一切都好了。阿姐。阿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体内的黑气是怎么回事？黑气？黑气怎么了？你也要像师兄那样责备我吗？你是来惩罚我的，是吗？当然不是。若是没有那黑气，我还不一定能杀死燕辉。阿姐，别人责备我都可以，可是你为什么要责备我呀，阿姐？我可是救了你啊，阿姐！我不是责备你，素娥，那黑气终究是妖邪之道。不管曾经发生过什么，阿姐都会帮助你。我们一起把你体内的黑气逼出来。只是你要切记，以后千万不能再被黑气之主给蛊惑，他会害了你。好的，阿姐，我听你的。有阿姐在，会没事的。人心中的神魂，往往都毁在最亲密的人手中，就像是燕辉的师父一样。还想为你那死去的小情人报仇啊？放弃吧，你们的故事到此结束了。
今于黑河，同是无有。河水汤汤，千里不绝。唯愿无有，去世安详。长河辅导，曲巧横生，五心朝天，坐于湖底，静心欲绝，悟其义薄，思其理当，只感空无所空，空所悟空。随眼入脑，脑转则目眩，方见两物。转眼入脑，脑转则目眩，方见两物。天生异象，天生异象啊！那都是些什么？黑河有意。力量在召唤黑气，难道他没有死于黑河之地，而是在下面练成了幽冥符？宴会。
活着，他去三重山的方向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干什么呀？那边，看那边。如此撼天动地的妖气是如何横空出世的？这么骇人的气息，这是妖吗？对呀，他们不进阵去了。天耀，天耀，天耀，你醒醒，我来救你了，天耀。姐，你逆着方向，我看不清。发染尽离丝，掀起亮晶。天耀，天耀，指缝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。天耀，心不再如若烟会消失。你不要走，天耀。画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，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。黄昏醉了相思，风拂过一声叹息，此生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对，现在还没有到放弃的时候。天耀，我一定会把你救回来的。有人强行破了龙金阵，救走了妖龙。这么迫切想救他的，唯有燕回。燕回在你我眼前跳入了黑河，不可能是他。不管此人是谁，反正皆与黑气相关，都是我玄门之敌。凌霄真人，我只希望你在对抗此人的时候，也能像你惩罚素娥的时候一样，雷厉风行。凤千硕和贤哥去黑河那边找燕回，不会出了什么事吧？哎呀，他们俩门道多的是，放心好了。我们先把此事告诉阿爹，他说不定。
那是……哎，快去看看！大国主，我在斩天阵救出天耀，幻命咒早已触发，天耀已然没了气息。在我万念俱灰时，他化身成了这颗龙蛋。国主，您博古通今，晓遍天下，您帮我看看，天耀是否还活着？这个蛋里面还有一丝微弱的生机，应该是他最后的一缕龙石所化成的。那他可还有救？天耀乃是千年领路，就算身心俱灭，龙石消散也需要7天的时间。你若是在这7天里面，能将他散落的龙石聚齐的话，那他可能还有一线的生机。我坠入黑河已有几天？已有3天。3天，只剩下4天了。我要如何寻得天耀龙石？你的幻命咒是在哪里触发的？晨曦山陨星台就在那里。多谢大国主。阿爹，刚刚那是燕辉。我就知道，果然是他。不过，他怎么来去如此匆忙？救人心切。大师兄，师父自昨日黑气涌动，追随而去后可回来了。师父身体呢？可好些了？自从那日宴会，师父从黑河回来后，恰似一夜苍老。昨日去了守可摘星辰，然后又去了三重山，身体似乎越发的不好了。听说宴会那日是在师父眼前跳入黑河自强。大师兄，你也几日没合眼了，不如早些回去休息。我还要替师父守着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婶，大婶，宴会师姐回来了。宴会？他在哪儿？此时正往陨星台去。陨星台，走。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这副模样像是入邪了呀！这可怎么是好？他怎么又来了？先拦住他！让开！我不想动手。宴会，你们干什么？将佩剑都给我收起来！师妹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已不是陈星山之人，仙长莫要喊错了。宴会，我此行为了取走散落在此的龙石，待我完事，我不会再踏入陈星山半步。雨聚云狂，龙驰气恨，以我之魂，请四方龙石聚。把真练成了黑气。变亮了些，像是天耀手心的温度。此法有用。
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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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燕回他。练了黑气，昨日山河咒便毁了斩天阵，当真是你？燕回，住手！燕回，你怎敢对师傅出手？师傅，他不配。我修炼黑气是为了救人，而他一身正气，却是害死天耀的帮凶。若不是你，我怎能兵不血刃，除此劲敌？从今往后，世上将再无人能制衡于我。双华术。谁都拦不住我。燕回，燕回，燕回，大国主，龙丹有温度了，你帮我看看天妖怎么样了？老师确实已经聚齐。那他还要多久才能幻化成形？万物不同，玲珑乃是天生天养，更为玄妙。他到底什么时候苏醒过来，我也说不清。没关系，只要有希望，多久我都愿意等。对了，你可以告诉我，你练成幽冥赋的时候，到底是在什么机缘之下的？幽冥赋。似乎是我炼化了护心灵，才成就了这一身可以受我控制的黑气之力。你力量如此强大，神识又如此清明，看来护心灵是功不可没，绝处逢生，此乃天意。看来玄岭当年也是缺了一点机缘。若是此机缘需要以牺牲天耀为代价的话，我宁愿不要。好了，别再躲了，出来吧。燕回，欢小燕，竹离。哇，衣服和气势都变得不一样了，真的没事啦？真的好了？黑气伤害不了你？真的没事啦，只是啊，天耀受苦了。龙主变成蛋了？都怪我。这不能怪你，都怪那陈心山。哼！我听说是陈心山那个凌霄做的。
亏他之前还是你师傅，天底下怎么有这么混账的人做人师傅？不然玄门没一个好人。我阿娘除外。阿爹，我知道玄瑶和平是您毕生的心愿，但是如今玄门咄咄逼人，我们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啊？竹林，你嫉恶如仇是一件好事，但是你不能因为私人的恩怨而不顾百姓的生命。可天瑶都被害成这样了，难道这事就这么算了？自然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如今成了新的黑旗之主，既不属于玄门，也不属于妖族，最适合清算个人恩怨。等天瑶稳定下来后，我便去找他们，一一清算。到时你们只当不知便可。此招甚妙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宴回这才刚回来，我们先让他休息吧。哦，对，那我们先回去啦。走。隐星台杀阵共有2把钥匙，这把是我的。师父，这是何意？我恐生了心魔。心魔？师父为何不去守可斋星辰，请师祖帮忙？青广真人，他已经仙逝了。这里面的情况，我有机会再告诉你。陈星山现在很危险，若我入邪，立刻开启杀阵，不可犹豫，不可心软。师父，此乃师命。是，请陈星山历代掌门保佑我师父，千万不要出事。毁掉护心林，世间将再无福音助力。凌霄真人，怎么不忍亲自动手诛杀孽徒？宗师有行差踏错，可他从未行过害人之事。便是玄门与苍生的希望。看来这是天意，10年师徒之际，相伴10年的份上，天意不可违。放了他吧，毁掉他，叫我赶尽杀绝。答应我，凌霄，世上再无人能制衡于我。真虚伪！好重的力气啊！陈星山上竟然还有如此的地方。此处名为陨星台，乃由初代掌门为斩杀大妖所设。数百年来，这里斩杀了2个千年大妖，以及3位多为邪修的玄门宗师。玄门所修的不是正道之术吗？怎么会多为邪修呢？因为他们心中起了执。既然能修至为宗师，怎么还放不下执念呢？唉，若能放下便好了。你可知执念从何而来？缘起缘灭之间，多是遗憾之事。若能弥补，便能放下。可这世间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弥补。莫留遗憾，莫行后悔之事。这便是为师教你的第1课。师父，您可是成功消除了心魔？也只是暂时压制而已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他控制我的。宴回现在何处了？青丘方向。我离开数日，你替我看好守可斋星辰，若有任何异动，立刻传雪橇通知我。是。师父，请您
一定要将燕回带回来。站住！站住！来者何人？凌霄。始祖殿下！始祖殿下！慌慌张张干嘛？陈兴山掌门凌霄杀到我们家门口了！凌霄啊，他胆子肥了，让本大爷混回来。等等，凌霄若是杀到家门口了，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呢？他还没来得及动手呢。我问你，他几个人来的？一个。佩戴什么武器？没有。那他现在人在哪儿？外面。这也不像是要打架的样子呀。我看是别有图谋。你忘了大国主的教诲了，不可意气用事。你为什么都不躲一下呢？他都没有打到我，我为何要躲？哎，你这是挑衅我啊！就算你真的打到我了，我也是不会躲的。啊！青丘数位族人皆已丧命玄门，玄门之首乃陈兴山，我乃陈兴山掌门。负荆请罪是理所当然的。真的吗？他好像真的是来道歉的。哼，惺惺作态。大国主有请凌霄真人入殿一叙。你刚刚为什么不真的打他呀？他是凌霄，我哪打得过他呀？拜见大国主。你既然来了，确实有个事情，想跟你去论道。大国主，请说。救一人与救苍生，如何抉择？我本以为，苍生是由数万万个异人所组成。如果苍生得救，异人便得救。可是，我错了。我不仅害了一个人，还害得苍生到了危险的境地。我知道国主在担心什么，我也同样担心。手可摘星辰，恐怕是关不住他。我此次前来青丘，就是想求一个弥补过错的机会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们青丘会与陈兴山共御大敌。我也有疑问，想要请问国主。燕回是如何练就黑气的？是我把幽冥赋给了他。幽冥赋？对，这个就是符阴的功法。燕回练就符阴功法，可否会被黑气吞噬自我，丧失秉性？燕回，他跟那些走火入魔的邪修不一样，他跟符阴都是黑气之主，他们跟黑气也是相生的关系，所以他们不会被黑气吞噬，反而是由他们来掌控。只要他一直道心坚守的话，那对于我们玄瑶两界来讲，也都是能制衡符阴的一件好事。可是，制衡只能解一时之危。符阴已经完全占据了青广的身体，蓄积了10万魔军，只等一个契机，便可由手可摘星辰重返人间。如果想要战胜符阴，还需千年玲珑以龙火克制。如今龙火已无，国主可有办法令玲珑苏醒？燕回已经把天耀散落的龙石聚齐，至于天耀他什么时候可以苏醒，这还得看天意。
天耀，你冷不冷？要不要给你多加一床被子啊？你这一生吃了太多的苦了，我本来还以为我能与你分担，可没想到你却因为我而死，连死亡你都经历了2次。离我远点，我害怕。你没有死过，你根本就不懂。我那个时候还对你说了那种话，等你醒了，我一定要好好跟你道歉。快点醒过来，好不好？门主，门主，我等大门素娥在陈行山时，便因私起阵法，伤害同门而被驱逐。原以为他被门主带回广寒门后，便不会如此行事，万没想到他竟在门中如此凶恶残忍之人，门主万不可徇私啊！求门主兴利门户。你们确定凶手是素娥？自然是他。那日门主离开，素娥提出要去我广寒门缉拿妖怪的地方，我便带他前去。他在那里如同疯了一样，杀了妖怪，完全无法控制啊！就像传说中的邪修，浑身黑气四溢，可怕至极。若非师妹救我，弟子也亲眼所见，师姐确实被他所杀。请门主主持公道，请门主主持公道，清理门户。好，既然你们都确定凶手是素娥，那我绝不姑息。广寒门从今日起，全力缉拿罪人素娥，以命偿命。门主大义！谁？燕回，贤哥，燕回，燕回，你还好吗？听说你变成黑气之主，把他救回来了。幸好之前来了青丘，有幽冥附着机缘，否则我和天耀可真的就穷途末路了。你没事就好。你看，你又说了，只要能救回天耀，做什么都值得。哎呀，既然都救回来了，那心情应该放轻松一点。只是没想到这闻名天下的玲珑，有朝一日还能以这般模样出现，妙哉妙哉！让我来摸摸。碰什么碰？碰坏了怎么办？这是龙蛋，又不是鸡蛋，哪那么容易坏啊？你又知道了。
我曾是七绝堂堂主，虽说现在花为坏了，但论这天下异闻，还有谁比我知道的更多呢？传说这龙蛋坚不可摧，金刚钻都钻不坏。不信你可以敲一敲，说不定他还在里面回应你呢。敲一下。燕回，哦，孵出来了，孵出来了！你看，孵出来了，孵出来了！我说什么来着？是不是得敲敲？你别说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燕回，我们先出去了。你，这燕回成为了黑气之主，到底是不一样。给我吓的！活该！你也不心疼我？哎呀，好了，这蛋壳既然已经破了，那天药应该很快就出来了。你刚才是吓着燕回了，于情于理，我们都应该准备一个礼物，迎接天药重归。确实该如此。还是夫人想得周到。油嘴滑舌。天呀！天呀！这就孵出来了，这么快，有没有缺胳膊少腿的啊？情不自禁温柔，爱一个人，时光走慢，天呀！你怎么了？没穿衣服不能下床。天呀！
严先生，喝茶。昨日宴会带回天药，我晚上想了想，我若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定是毫无办法。就算所爱之人死在面前，也无能为力。我不想日后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无措又无助。之前，长兰在清修的时候，任我胡闹，惯我整日玩乐，无所事事。我那时认为他对我好极了，但现在才知道，有的人面上和善，对我万事附和，但都不是真心的为我好。我想请严先生在今后的日子里对我严加管教，助我学成齐家治国之道。孺子可教，孺子可教啊！世子殿下，你终于成长了。严先生，快喝茶。我喝。这个礼物呀，送给现在的天耀，一定万分合适。是，毕竟是你熬了一夜亲手做的，宴回呢最重情义。看到你这么真诚，一定不会跟你计较。那日啊，并非我莽撞，若不是我好意提醒他2句，让他敲了敲，那龙蛋啊，现在也没动静。走吧。朱莉，啊，不好了！怎么？发生什么了？宴会的院子里喷出火来了，好像烧起来了。啊！哎呀，走，先去看看。宴会，这发生了什么呀？这是？天耀，冷静，冷静一点。着火了！怎么这是？是。天耀，我准备了1夜。天哪！天耀哭出来，怎么回事？闹成这样，你还不赶紧阻止他呀，哥哥！过来！我要是能喝止住，还会这样？我怎么觉得他是在盯着你喷火呀？你离我远点！你会不会说话？天耀，天耀，是我是宴回，你还记得吗？大国主，国主。你们放心吧，我只是让他暂时休息而已。龙主这样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。你才不聪明，不许这样说龙主。哦，他怎么直接长这么大了？准备的这些也用不上了。这什么？我又不知道龙蛋里面孵出来的是小孩还是小龙，所以我准备了2套啊。但哪知道这么小的蛋竟能孵出8尺的壮汉。大国主，天耀他这是怎么回事？天耀刚从龙蛋之中重生，现在如同赤子。那怎么样才能帮他恢复神智？这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但若是你能带他回到人世间里面去多体验一下，他可能会成长得快一点。阿爹，龙主若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为何只对宴回这样？他对你可还有温情？不，他对我格外的有敌意，从醒来就开始用火喷我。黑气跟龙火都相生相克，有可能他现在还是把你当成敌人。没关系，他能活着就是最好的了，我会帮他恢复的。我这里还有一些定神咒，你可以贴在他身上，去控制他的行动，防止他再失控伤人。你先拿去吧。多谢大国主。天耀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个呢是我给你熬了很久很久的汤，你一定要好好喝。到时候我帮你把符咒撕了，你可不能吐火啊。
你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老夫如今呐，听说龙主行为举止宛如稚童，若是如此，他的失礼之举，就该力当喝止，不可溺爱纵容啊！你来做什么？燕回，他是你师父啊！就是他，害我与天妖至此，杀的就是他！你，龙主出生，你难道要当着他的面教他杀戮吗？云星台灭魂鞭之仇，我记下。等天妖好了之后，我定会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我鞭打你，是为了救你。确实，若非把我逼至绝境，我也难觅生路。是我做错了。事到如今，你可以怪罪我，但现在玄妖两界皆受福音所害，唯你和天妖乃破局之期。我愿助你。不必。燕回啊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啊！既然前辈真诚的道歉，你也该走出去散散心。天妖，他体内灵力尚未恢复，跑不远，定在青丘王宫之中，找到便可。这队这边，这队那边，都找仔细点啊！是。走。龙主和燕回这一路还真是坎坷，时时刻刻都是生死局，不是你找我，就是我找你。不过好在他们总有个人在坚持，一直不放弃。那是因为他们对彼此都有着超过常人的默契。我们也挺有默契的。我在说龙主他们呢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是说真的，我会对你好。我之前都去跟毛比京学习过了，我对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无知，但我会努力。我想让你成为我夫人后会过得好，非常好。我还不是你夫人呢。你都答应我了。可是我们还没有办婚呀。等局势安稳了，我给你补一个全天下最盛大的婚礼。你的手握得太紧了。哎呦，都是我娘死了，还脸红什么？那现在你的脸不是比我更红吗？那，哎呀，你最近这些时日太贪嘴了，我换都换不住。现在吃坏了吧？我没吃。你没吃你？我。这腰身看着是宽了点儿，但这没什么。你在我心中就是最漂亮的。我，哎，你平时挺聪明的，你今天怎么这么笨呢？你不是吃坏？我是。你这，我是。难道我当爹了？
我当爹了！我当爹了！我当爹了！你干嘛？你小心点，放开我！我们还要出去找天耀呢。不找了，不找了，咱们这个更金贵。你放我下来！当爹了！放我下来！天耀，天耀，天耀，天耀！抱歉，认错人了。此人有些面熟。你是？哦，在下陆木生。素影所爱之人。陆木生。姑娘是？燕回。你可有看到天耀？并未看到。我原本是个云溪寻些祭奠的花，让姑娘认错人，非常抱歉。没事。你对云溪公主很是深情。我们夫妻20载，我本以为我会先她而去，可是没想到，我每天都会带些东西来这儿，遥寄相思，希望能够借鬼神之力，让她入我梦来，与我相见，哪怕只见一次。陆某余生不多，只怕难等一场梦中相见。我已练成幽冥赋，成了黑气之主。你若愿意，我或许可以延长你的寿命。不用劳烦姑娘了，对陆某而言，如此这般已是最好。如此，便不叨扰了。玲珑出生，对万物陌生。也许因为害怕他会躲起来，他应该会躲在自己觉得最安全的地方。他灵力不足，跑不远，最安全之地，莫不过王宫之中人最少之处。多谢。愿你们终得圆满，至老无离别。天耀，天耀，哎，没事没事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你别动。你看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你听我说啊，这下面啊，都是很深很深的悬崖，掉下去会很疼很疼。我们不往旁边走了，好不好？天耀，天耀，你不喜欢这个是不是？天耀，你看，没了。天耀，什么都没了。你不喜欢，我就收掉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天耀，你脸上怎么受伤了呀？疼不疼？我给你擦药好不好？擦了药就不疼了。嗯。你闻，清香的，不难闻，而且啊，能让你的伤不疼。嗯。
是不是？这个呢是药，那我现在给你擦，好不好？擦了你的伤就不疼了。来，这灼痛，果然，成为黑气之主的我，会因触碰它而灼伤。没事儿，我继续帮你擦药。我看不清，发染尽离丝，闲情两情。指缝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，清风散离，落雁会消失。好了，是不是没那么疼了？画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你现在不喷我火啦？知道我好啦？你懂得自我保护，这很好。但是呢，不可以伤害无辜的人，心中要心存善意。以后呢，善意也会反过来保护你的。天妖，我说的话，你都听懂了吗？我说的话，你都听懂了吗？飞花水尽人间，春风还依旧，带着你的回忆，盛满了来路。回首几度过往，寻找你曾经。我会让你好起来的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人间繁华依旧。天耀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只是刚刚觉得有一点点痒。你想不想试试？嗯？快起来！快起来！快起来！你看，我没骗你吧？你今天心情看起来不错呀。要不我今天教你如何吸纳灵气，怎么样？
那我先入你识海看看。没事儿，别怕。出生，便有如此宽广的识海，怪不得你以前这么厉害。只要你学会修行之法，将识海充盈，指日可待。指日可待。你会说话？你会说话？我叫什么？我叫什么？你叫天耀。你叫天耀？不对，你叫天耀，我是燕回。不对，你叫天耀，我叫燕回。你燕回。对，天耀，没错，是我。大国主，大国主，天耀他会说话了。哦，你看他学得多快啊！哎，那你有去探查他的识海吗？有，他的识海广阔无垠，我相信变回以前的天耀指日可待。指日可待。你看，他也是这么认为的。那就太好了。说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在外边就听到你们的笑声了。天耀，他快好了。好了？快好了。喜事啊，这个是。我也有喜事。阿爹，我把幻族女王拐到咱家了。好，你看，这是我和幻小烟找严先生写的婚书。婚书。我们青丘一直都没有这个礼仪的。并非青丘礼仪，我是看上次龙主大婚时如此对燕回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很不错。看来我的主理已经长大了。既然你们两情相悦，阿爹当然不会反对，这可是好事。看来我们今天是双喜临门啊！实不相瞒，今天应该是三喜临门。啊？我要当爹了。我要当爹了。你看他学得多快啊！不是你要当爹了，是我要当爹了。你有了？什么我有了？是贤哥有了。对，贤哥有了，我要去看他。哎，那一起吧，三喜临门，这不得大办一场？哎，不如就在我与贤哥新开的望雨楼，如何？好，阿爹，那我们，赶紧去吧。走。这望雨楼说搬就搬，你们可真有本事啊！哇！哎，等等我，你慢点。青丘局势已稳定，我们也不用再东躲西藏了，便在这儿安家了。你和贤哥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燕姑娘此言差矣，与贤哥在一起的每一日，都很甜呢。齁死了！谁死了？走。哇，这些花纹我从未见过。
这些桌椅皆由永州能工巧匠所制。永州，永州是哪儿？好玩吗？永州乃在下故里，那里商贸汇集，很是热闹。可如今已被广寒门控制，犹如一座禁地。不能吃，要等大家一起。来用筷子。大家？筷子。吃。吃。我的故乡曾经也很热闹，可如今……哎，你别难过，青丘也是你家。故乡。故乡是什么？故乡就是，无论你身在何处，都会牵挂的地方。铜锣村、龙谷，你应该回去看看的。回去看看呢。你和我一起？当然。回去的话，你会想起来什么吗？你们在聊什么呢？哎，我来。你如今是有身孕的人，怎么能提重物呀？哎，大家快坐。我这酒可是500年的珍藏，金贵着呢。再金贵也没你金贵啊。凤千树的嘴向来刻薄，唯独遇见你啊，嘴都变甜了。那是。来，我提一杯。大家一路走来，历经磨难，像今夜这样的欢聚之日，实在是难得。今有好酒，又有好友，又有三喜临门，不如我们许3个愿望，如何？好啊。世子殿下早就想好了。愿与心爱之人白头偕老。好喝。愿我儿诞生之日，母子平安。燕回，最后一个愿望，你来许吧。愿我们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好一个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何局？何局？雪岭他仙逝之后，很久没有人跟我对弈，还对弈的如此酣畅淋漓了。其实你来找我，我也不太意外，但是你愿意跟我们妖族合作，却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共同对抗福音，乃是我辈应尽之责。若玄门的人都有如此想法，那我们这2年玄妖2族也不会势成水火。说来，这个也算是你们陈心山之物。雪岭他当年打算依此法器纳入黑旗，前去封印福音，只是没想到
他找机会钻进了压阵的青广真人身体里面。现在我已经把这个罗盘修复好，也是时候物归原主了。希望可以助陈星山一臂之力。多谢大国主。幸哉，幸哉呀！老夫幸哉呀！这玄妖两族啊，历时100年，再次携手联合抗敌，如此历史性的一幕，我要用名垂青史墨把它记录下来。严先生此举是否太过隆重些？严先生，向来如此。来吧，来。好，对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。来，好，都在酒里了。好兄弟。这小子酒量倒是比以前长进了不少。哎，你刚孵出来，还是个龙宝宝，不可再饮酒了。放心吧，我这500年的陈酿不伤身的。况且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今晚就让他开心的喝吧。仙哥姐姐，你肚子里的宝宝，现在是不是跟我们一样高兴啊？是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他会说话吗？当然了，你想听吗？走，去我房间。好，走。哎，燕回，一起去。好，你少喝一点啊。坐，哎呀，坐下。她们姐妹聊天，你凑什么热闹？就是，来，楼主，我敬你。喝酒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他的心脏在跳啊，咚咚咚咚。燕回，你要不要来听听？燕回，你快来听一下。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没什么。你自己说，还是我去查？你选。你们可知，龙虎与黑气相克？之前听大国主说过，难道这是？自从我修炼成了黑气之主，每触碰天药，都会被他的龙气灼伤。竟还有这样的事？那你们今后……没事，天药能够苏醒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以后的事以后再愁吧。对了，明日我打算带他离开青丘，回铜锣村。这才安稳了没几天，怎么这么快要走啊？铜锣村是我跟天耀相遇之地，在那儿他曾经立下了守护的誓言。我想带他回去，说不定能够帮他恢复神智。铜锣村在玄门地界，他们会接受你们吗？管他们接受与否，反正我不会任由他们宰割了。无论如何，万事小心啊。你放心，我知晓分寸。龙主，你不知道燕回他真的太不容易了。之前幻小燕跟我说，他之前可喜欢你了，还跟你表白来着，你就捅了他2刀。捅2刀？不过呀，他最后还是原谅你。这次燕回他为了救你，可是从黑河底下爬上来的。黑河呀，多吓人啊！哎呀，你倒好，你自己从蛋里孵出来，啥都不记得了。燕回他可真是太惨了。对呀，以前你对他多好呀，散尽千金，只为博他一笑。是，看看你现在这个呆样，啊，还冲他喷火，
要是以前的你看见现在的你这样对他，你会打死你自己的，打死你自己！罚酒，罚酒，罚酒，罚酒！来，罚酒。我自己。今夜可真是畅快，没想到你还学会喝酒了呢。燕回，我怎样？以前啊，说来话长。你以前呢，可是一个满嘴谎言的小骗子。我骗子？那我伤了你吗？伤害过呀，还伤害了不止一次。那我坏人是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只不过是受伤了之后，再向世界挥拳而已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，绝对不会再让你受伤了。所以你以后不用再那么战战兢兢了。铜锣村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。那个时候，你还叫阿福，我被绑了起来，扔进了柴房。你来给我送馒头，结果我还咬了你一口。绑？柴房？我为什么只给你送馒头？我为什么不给你解开绳子？不解开绳子怎么吃馒头？这些都不重要。总而言之，铜锣村依山傍水，炊烟袅袅，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。在那儿，我们也有很多算是很快乐的回忆吧。等你回到那儿，说不定你对过去的种种疑虑，你自己都能想起来。第一次见到燕回的地方，我一定很喜欢。凌霄，怎么了？他打过我，我不喜欢他。你来做什么？我带了一点水果，可以在路上吃。不用了。我知晓你们要离开青丘，前往玄门地界。我与陈毅国主商议过，会一路保护你们。不必了。你们的安危，关乎玄妖两界。我能保护好自己和天耀。我能保护好自己和燕回。走。你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？
么时候？从我救你之时，从你苏醒之时，也是我一无所有之时。阿姐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我用我所有的功法将你唤醒，而如今，你却这样对我。你伤了广寒门的人，他们就是一帮废物，一条贱命，跟牢里的妖怪有什么区别？你被福音控制了，我识海都被毁了，我再也没有修仙的可能。是他重新赐予了我力量，有什么不好？叶辉没死，他回来了。他回来了！只有福音可以让我变得更强大，我才有杀死燕辉的机会。我是为了杀掉燕辉，我是为了给玄门除害。燕回跟妖龙，我会杀，但你跟福音，我也绝不会纵容。你要杀我？你要杀我？为什么？我好不容易恢复到了现在，谁也不能阻止我！从小你就比我强，人人都只能看到你，他们叫你素隐真人。好不容易，我现在拥有了这至上的功法，你却还要剥夺我，阿姐，阿姐，阿姐。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不能让这黑气毁掉你，你懂吗？阿姐，我宁愿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过你这个姐姐。
今日我便教你净明心法。净明心法。此法乃天地灵气基本之法，玄阳两族千百种法术皆是由此演变。就好比你识字时的《三字经》。天耀，你乃玲珑之体，识海里宽广无垠，学起来一定很快。有形者生于无形，有形者生于无形，无能生有，有归于无。无能生有，有归于无。我应该没教错吧？然后呢？然后境由心生，便感空无所空，空所无空。空所空，空所无空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你的丹田微微发热，然后丝丝缕缕的灵气汇聚于识海之中啊？有了，可是这种咕噜咕噜的感觉。不是，这是你饿了。算了，今天的晨课就到这儿吧。是不是我没学好啊？谁说的呀？你这几天的进步都比我在陈星山10年的修行要快。陈星山，你可在陈星山待过？那你跟他，你们是什么关系？他曾经是我师父。但现在我们没有关系了。陈星山，师傅，鞭子，他就是抽你鞭子那个人。天耀，算了。燕辉，你干嘛拦着我呀？算了，他抽你鞭子。天耀，你冷静一点。天耀，你别冲动。天耀，算了。他并不想与我们发生争执。是你说过的要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你为何偏心于他？他并不是坏人。他打过我，他还抽过你鞭子，他就是一个坏人。即便如此，他也不是坏人。好坏是非，并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轻易定论的。你不要再为他说话了，你也不要再看着他离开的方向，你看着我好了。我们家天耀还会吃醋了呢。他呀，就只是我师父。师父，师父究竟是什么？师父，就是教你说话、识字、修习功法之人。那你现在也是我的师父？我是你夫人。夫人？那夫人和师父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师父是亲人，夫人是爱人。那你既是我师父，又是我夫人，
那你就是我又亲又爱的人。怎么了？天耀，以后这话你出去可不能跟别人说。不讲，除了你以外，没有谁是我又亲又爱的人。走吧。走。凌霄真人为送爱徒过河，特地挑选了如此一条少有玄妖两界巡逻之地呀，还要我等特地提前做好准备，真是爱徒心切呀！多谢了。哎，他们来了。你们来了，人到齐了，且渡河吧。多谢严先生准备的竹筏，只是3个人怕是有些拥挤。你还挑啊？不是，只是没必要。走吧。我送人倒是送成了，这真人呐，送途之路啊，看来是山一程，水一程，这到最后都没有送成啊！严先生，多言了。哪里？烟回，快，走快些！你小心点，别摔着了。烟回，你看，那儿，美，快！走。今天怎么如此开心啊？甩掉了不想见到的人，当然开心了。走。啊，没事。今天我们走这边吧。你的手受伤了？可能昨天路太滑，一不小心摔着了吧。走吧。昨天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不好好牵着你的。啊，那可能是昨天晚上烤鸡的时候烧伤的。没事的，天妖，我这么厉害，你看。哇，好厉害！你再不快点走的话，一会儿你讨厌的人要追上来了。那我们走快些。嗯。